在四川古蔺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有几户人家住在悬崖之上。这个地方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居住的位置啊，正好在半崖，前方是大峡谷和悬崖峭壁，后方也是悬崖。选择在这种地方居住的人呢，真是有眼光。虽然说现在交通不便，但是在过去冷兵器时代呀，这个地方不失为一处非常好的防御枷锁。我们从无人机的镜头看到啊，这一片地方呢，还种有不少的地。今天呀，咱们就徒步到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去探访一下，看看什么人还留守在这里。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峡谷的河边，看到没有？这个下方也是崖壁，上方也是崖壁。那几户人家呢，就住在这个悬崖的中间哈。我们现在是要从这里过河，然后从这个崖壁爬上去，就从这个河道里边过，而且这一条路呢，也是唯一进他们那里的路。如果这个河道里面稍微涨一点水呢，就根本就过不去啊。进他们那里的路呢，也是要从这个乱石岗这里走。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夏季涨洪水的时候呢，这些地方都是会被水淹没的。也就是遇到那种极端的天气的话，他们是出不来的，只能在上边等着这个洪水消下去之后呢，才能下来。不出我所料吧，这些木料都是涨洪水的时候冲到这个地方的。这里还有树根。这个地方呢是四川古蔺县的龙爪村，是一个非常偏僻的村庄。包括我们来这里的时候啊，20公里的路程是没有任何的信号的。我们到了这个村庄峡谷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村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几山的水呢都是往这个地方灌。那这里的水的话都有这么的恐怖，那何况想想那个大的一条峡谷是什么样子啊？现在呀，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爬崖壁了。这很陡的路啊，上面的岩石啊都是这种赤红色的，包括土地呢也是差不多的颜色。到了第一栋废弃房屋的位置了，地里呢撒了一些萝卜菜，应该是撒来喂猪的。大家看看这个房屋啊，土墙房。这边是牛栏猪圈，只不过呢也都废弃了啊。那我们爬到这里呢，还没有爬到一半啊，因为上面住人的地方呢还在上面。这些地方实际上是以前耕种的土地，你看啊，这个石墙都是以前砌来为了保土用的。那我们看到这些地里面呢，这个沙树长得都比较粗了，那是因为这个土地呢丢荒比较久，那么可能村民们呢就在这个地里种了这些沙树啊。那这个沙树呢，看看呢，也可能是种了10年8年是有了啊。如果说不用这个石墙来保土呢，每次涨大洪水的时候冲走一点土，久而久之呢，这个土层就会越来越薄，那我们种庄稼呢就得不到收成啊。这就是为什么上边的村民啊不怕辛苦，要把这个墙呢给它垒起来啊。咱们说着说着呢，已经到这里了。这边有2栋房子，这个上边有一栋。刚刚我们无人机拍到的这个大叔呢，已经站在这个屋门口了。这些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养蜂的蜂桶，好多。这就是后山的崖壁啊！哎呀，吃饭没来水？拍照。走走走。今年蜂塘好不？今年好像好多地方都风质都不好。旅游啊，你们这边只有这安安地要爬起上来哈，其他没路的。那如果涨水呀？涨水也不撤给哈，要是要撤给也撤给不到。这上面就等你干了。
2、3家，6、7个农村，这里有几10个家农村，有些10个人单身，40、50个人。40、50个啊，不少哎。啊，房子没得几项的。房子有几项，房子有没得几项了嘛？有嘞，你看那边有房子了嘛？哦。房子拆了嘛？那这边就是那个你来这边抢房子那家，他心里是长大水啊，房子后头来，他你夸了是没得。他那个房子不是盖几多远嘛？后边啊，后阳沟那个。哦，后阳沟来水哈。你们在贵兴呢？我看下面有好多家老坟家呀，你们在这儿住的时间不短喽。老坟是孔家的老坟了嘛？原来是姓孔的。你们在这儿住好多年了？几10年。没有搞养子那些哈。这个地形不好了嘛，搞养子。对。喂养子啊，喂牛的没好好的。还有嘛，这个山不是给家人的。按道理说，你们这边的话，人均的那个山还是比较多噻。多啊，有些7多嘛，有家。有家有1000多嘛。啊。你们家有好多啊？我家不多，我家就5个多。那养着也够了噻。够了嘛，大山了嘛，像对门那些大矮子给放，像对门这个大矮子上不起哈。你们这儿啷个没搬走啊？按道理不是前些年就要喊全部搬吗？对啊，搬到国家的福利都买了点房子，搬到我这里不老的人，你就先新鲜了。哦，是。这上面看起好像不大，实际可能面积也不小哈。你们这个半头儿。我们这里原是一个生产队，小的生产队啊，生活台50多个农个。他那些现在有些的生产没干，抽到来就为这些，自己找点钱啊，这上面每年要拿，有些有7多亩的一年，1年啊，得了1万6千啊。哦，就是有1000多亩山林的话，一年要有补助1万多。啊，是1万6千啊，10几块钱亩。那你们也不少，有几千块钱。几块钱。光你一年的森林补助9000多块。像我们这每家都有个公益性岗位，比如像我们就给你搞个护理，喊那个护理防火，开那个700、800块钱工资。每个月。就是监管哈山里面的森林防火啊，包括安全呐、卫生呐这些哈。搞我们防火期间，一个月那个跑一下，拿把血探啊。也防火起这也要注意这些山里面。每家都有，不是护理防火啊，这个这个保洁员啊。每家都有政府提供的一个岗位。哦，对。那你们这个地方政策好嘛？安逸嘛？我天啷会贫穷呢？你看你土地少了，都有500、6、7、8亩。有些一家人家一个月，国家跟他低保的不得了，一家人都是一个月都2000块钱低保。一个月2000的低保啊，再加上他一个岗位护理防火或者是保洁员的护理岗位，又是800啊，这是还有啊。森林补助款也是1000多啊，对，你加起来就一年都是好几万，一年就4、5万了。哦，对，不用干事情都有了。都够吃了。所以住在这种山区的地方也是有好处啊。现在就好了。低保家人都是低保的。真的就跟单位上退休的人差不多。而且你住在山里面的话还要舒服点。这里涨最大的水的时候有好大？10年是最大，14年啊，10年从个大坝，那个水库下来的房子大概1、2项啊。房子都搭个几项哈。有像新的房子建起都搭个歪起来，下面的全部冲走的哈。啊，对，那这都搭可以上啊。太吓人了。这是公路些修冲的，这电这些就是什么好的，或者怎么样？这个哥哥我就晓得非常吓人，它山陡，一涨水的话，水大得很。主要是你森林。不起你森林就好了。我一路进来，我看到那些长河，我都有点怕。不敢说，这冬天不敢。你这个是老房子、新房子干一块了，这边是老房子啊？这边原来是另外一家。哦。中间这里是一个单个人，这边弄了个静养老院个。静养老院。你们听了我跟大叔的聊天啊，现在对于咱们山区老百姓的看法是不是有改变啊？他们这个地方最多的一家有1、2千亩的山林，那么这个大叔家还算少的，他都说有6、700亩，每年呢能够拿到8、9千块钱的补助。再者这些地方呢人烟比较稀少，所以他们每家人呢都有政府安排的一个工作岗位，不管是护林员呐，还有环卫工人呐等等，就是各种这种岗位，对不对？那么每个月呢也有7、800块钱的收入，加上这个森林补助啊，每年每家人呢最少可以拿到2万块钱左右。
如果说家里还有一些低保户的话，那每年可以拿到4、5万块钱。你们想想是不是很舒服啊？并且拿到这点工资的话，在家里自给自足，自己种菜，自己种粮食，基本上也不怎么花钱。以前如果说你拥有大面积的山林土地啊，好像没啥用，现在是真的有用了呀。可以说在这种偏远山区啊，基本上每家每户呢都可以算得上地主了。如果说我们把时间退回到50年前，给你1000亩山林土地，让你在这个深山老林来生活居住，你愿不愿意啊？朋友们，今天我要去拜访一位山大王。为什么说是山大王呢？这个老板啊，多年前承包了我身后这一整片的山头，后来发现里面溶洞天坑数不胜数，洞内奇观呢奇特无比啊，非常的震撼。这个老板呢，真的是赚到了。走，跟我一起去看一看。看到没有？这里竖有一块牌子哈，神秘洞天谷。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它的山门哈。我们一进来之后呢，就会看到这一整片的茅草屋，这里边呢全部是种植的这个香菇啊。到达这个山口的位置呢，你就会看到这里啊，整片山都能看得到了。中间呢是一个坑下去，周围呢是一圈山给它围住，所以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不错啊。像那边呢就建了一些房子，它还建了一些这个蒙古包哈，好像是餐厅的时候吃饭在这个蒙古包里面吃啊。走吧，我们过去找老板聊一下。这是我们的任总，刚刚走到他这里呢，他们就吃饭啊。一起吃了饭之后呢，现在就让任总来跟我们讲一讲他这个地方哈。整个有好大的面积啊，这一片山的话。2300亩。2300亩。你承包了好多年的？承包了30年。30年哈。你承包这里是哪个时候承包的？17年。17年，到现在都好多时间了，5年的时间了。5年了。你当时承包花了多少钱呢？到现在花了1000多万了。已经花了1000多万了。你现在主要做的有些哪个项目？主要以台山农业观光为主，农养者一体化，自产自销。就是这个项目哈。这儿有花椒，有搞的这个农家乐啊、养殖啊。也干得多，干的都是一体化的东西哈。因为客人走进来的话，他就会自动了。哎，你当时为啷个想到去投上千万的在这里来搞一个茅山坡？是老家地也对了哈，有可能的话，这个工业都转向农业了，因为这个农业不做好，中国经济的话还被农业为第一道线。农业牵不到哈，其他行业它都有怨的都。你现在的话在盈利了没得呀？已经干了4、5年了，也投了上千万进来。对，今年子好点了，因为前头的种植这些哈，它全是投资，没得回报的。做农业是做实家了，实花家。撑到5年的就算不成功了。你撑到5年了噻？是啊。做农业这几年的话，你有哪个感悟没得呀？这个地艰苦，要吃得苦。因为我在山上待了5年了，晓得不？几乎不回家的。就要在待去。如果你请个门卫，请几个管理人员太多了，管安全的晓得，你就几乎就死不了。有好多东西要自己能做到做。什么都请人的话，基本上也干不下去哈。干不下去。你这些山洞都是全部已经开发出来了的吗？开发了4个哈。但是有些都没开发通，因为开发的话，好大的经济在那开发。你现在也是资金上有点困难对吧？那有点大哟。真正的要把这里搞好了，可能需要的资金还有点多。有没有预估啊？大概好多钱能搞得好这边？如果把9个洞打穿，把这个娱乐设施搞点儿，可能7、8千万能搞上。要7、8千万才搞得好。整片基地也是空的，因为那都天天融结合起来，这个东西。那你也忙啊，你看忙你的哇，那我们在这个洞里面去逛耍。要得。这个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洞哈，走进去看一下。
这个洞里面呢，他们还有在这里放了很多的这个菌包啊，这个菌呢就是生长出来呢就特别好吃的那种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洞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全部是倒着的这些石笋啊，而且是特别晶晶亮的那种。从这个地方过去呢，我跟它称作为一个南天门哈。这一片看看漂不漂亮？然后这里有一条缝隙穿过去，哇，看到没有？这一颗超级高的一个大柱子，看一下粗不粗？然后呢，这边也有一颗，看看这一颗柱子，这颗柱子也是直接顶到上沿的，而且上边非常细，非常细。那么这个柱子是如何形成的呢，朋友们？这个上面还有草，看到吗？还有植物。那么应该是多少亿年前，对吧？水珠滴成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大家有没有感觉我站的是南天门，左边一颗柱子，右边一颗柱子，在这里守着。来，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一个奇特的东西啊！通过这个小道过来，这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缝进来哈，过来，快点！这里很小的一个缝，过来。来，从这里过来。在这个狭窄的地方，这里像一口钟一样的，你看到没有？这里包围着了，这边呢是一个天坑下去，这个他们会把它命名成一口钟。我给你们敲一下，好吧？祝大家好运。这种声音是不是穿透力很强？我不说话，再来一下。这个山上呢也有一个洞，在半山腰，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茅草屋啊，这个山洞应该是就从这个茅草屋进去。这里还有一些这个直播的设备是吧？是不是有人在这直播呢？咱也不知道啊。这里呢就是洞口。哇，一到洞口就非常的凉爽。这放了很多的这个酒缸啊，他们也在这里藏酒的，对吧？哇，这个里面是真漂亮啊！这么晶莹剔透的这个石笋，尤其是这里这一片，朋友们，就像那个海里那种水母一样哈，它是一个一个的层层叠叠的上去的，非常之漂亮。上边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反正是很好看哈，我都形容不出来了。哇，这里也特别好看。哇，这个位置好看。马上又出去了。这边是山的另一个出口。然后这里，你们注意看这里有没有像一个虫洞的这种感觉？我估计这里面也还没开发完，一直往前走。哇，这个里面怎么感觉像在一个动物的大肠里面这种感觉啊？
哇，这个地方神奇哦！看，一直是这样，还能走多远？我看一下还能走多远。这个地方他们用这种碎石渣来填过的。然后这个洞呢是从那边进，这边出，中间有一条道呢，一直往里面走，不知道延伸到哪儿去。整个长度呢，可能大概有1公里左右哈，这么一个长度。哇，贵州真的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啊，很多地方呢都是这种溶洞啊、峡谷啊、高山呐、等等啊，都是那种非常奇特的。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到贵州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地形地貌哈。很神秘，很神秘。就像任总说的哈，农业真的是不好干。他在这里承包了2000多亩的这个山林和土地，然后在这里整了大面积的这个菌包啊，一年的销售额呢可能就是300-400万这样子。然后呢，有搞了很多的这个草棚，包括它这里面呢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哈，溶洞天坑数不胜数。他算了一下，有9个溶洞，有18个天坑，厉害吧？这个整个山下面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下农工的这种感觉。只是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发呀。在这里呢，投入已经上千万了。现在呢，可能就是这个投入上也遇到瓶颈，还有呢，做这个农业呢，它整个回收呢也相对来说比较慢啊。做了5年呢，现在呢都还没有开始盈利啊，朋友们。它这个地方的这个地理优势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离镇上呢只有大概几公里啊，离最近的高速路口呢，也就是20分钟的一个车程，所以整个地理环境位置相当的不错。只是现在呢，都受困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啊，包括资金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呢，就是停滞不前，然后回呢也没有回得来本。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特别是做农业和旅游结合的这种东西呢，应该是非常好的，只是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破局的办法哈。我知道朋友们呢有很多是专业做农业和旅游的高手啊，大家觉得像他这种情况的话，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破局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交流一下你们的心得。对面这个3面绝壁、一面大山的地方，竟然有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我真的是佩服了哈！即使是以前你躲土匪，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躲到这个绝壁上面去吧？太牛了哈！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看一下，你们看看这户人家会不会选地方？竟然这个下方都是3面的绝壁。后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山，你很难逾越过去啊！哎，大家看到它的后山呢，已经有这个毛路通下来了，可能花了不少的钱，从大山上翻了一条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边这些土地都有耕种啊，我们目测一下，它整个周围的这个土地应该大概有20亩左右。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呢，确实挺爽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面的山都是他家的，对吧？没有人跟他抢，也没有人上得去，因为下边是绝壁，上边呢是土地，再上边呢是大山，对吧？我都不知道以前这个毛路没有挖的时候，他们家从哪儿去啊？我觉得这户人家还挺厉害的哈，自己一个人住在这里，竟然把这个毛路从后山挖了下来。但是我们看这个毛路特别的陡峭，我估计也是没有什么作用啊。然后大家看它这个地形是不是像一把椅子一样，对吧？坐在这里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看到它房屋的这个门前这一块田呢，像一个肺的这个形状，然后中间竟然还有一个圆的凸起的，这个有一点像心的一个形状。你还别说，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还挺有讲究的哈。你可以想想以前的人躲土匪躲到什么程度啊，居然跑到这样的地方来居住。你根本发现不了哈，如果不是无人机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它。只有我这个位置，你才能看到对面它那儿有房子。你稍微错一点点位，你都看不到，非常隐蔽的一个地方。我真的是佩服这户人家的祖先哈，
也不知道是躲战乱呢，还是躲土匪呢，躲到这个上面去。反正就是挺佩服的哈，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来居住，我觉得是一个修行修仙的好地方啊。朋友们，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大山里，我从山顶上下来的，这是一条毛路啊。在这个地方呢，发现有一户人家在这里居住，咱们下去探访一下。现在我们已经步行到山下来了，这个是主人家养牛的一个牛圈。然后住的地方呢是在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一整片，这个所有土地呢都没有耕种啊，一家人在这里啊。这儿环境不错吧，朋友们？下边还养了好多的鹅，这里养有鸡，养有鹅，又养有牛，这家真的是在这里创业的。蹦高蹦高吧！哎呦，哇，好吓人了，蹦高吧！我看到你来了，我又不敢了，刚刚。我怕耍。哇，你看这个狗好吓人哦！那不是当地的品种啊？哦。哇，吓我一跳！你家人在这儿哪，大姐？好几天没下来，些牛都在这点那些屋台哦，在这一搞养着。哦，你们也是住在山上哈？现在没下，给要是咱去啊，出去找房子那种。哦。现在没有，你看嘛，烦得很。我看到这有房子，我跑下来看哈。哦，你人也没来这里，牛就跑到这里来了哈。晚上压着条仔洗。你们这儿环境倒是好，这个位置养牛是安逸得很。哦，你们家住在山上的哈？哦。我都喜欢我们家娃儿喜欢读书啊，也就是这在坐在很，好久没有。哎呦，你好，位置刚好很。没事，你家原先是住这儿哈，也是？对，原先是住这里。我赶紧去，再住了。谢，没事，我们都是农村的。走上面走下来都要走会儿的。哎，好几天这两天落雨都没下得旺啊。哦。这牛些都不好的，点了睡屋些死大也好烦噻。不要管它，坐起耍儿就行了。喝点喝水，这里有矿泉水不？这个狗刚才把我吓一跳。好，谢。好过，它只是打。这口气凶哈。你们这儿呢，不高不矮的养这个好。高也不高，矮也不矮。其实空气好哈。你喂10多个牛啊，又喂的有些鸭呀、鹅的哈，还有鸡啊。等于你一个人在外头管理哦，那你还得厉害的喽。不用带孙子噻。还没结媳妇儿，只是姑娘打发那个。哦。娃还没有结媳妇儿，有1、2、3岁。那不用带，还早。还可以登记呢。坐嘛，回家坐。没得事。烦得很。你要把都出去过的哦。我没文化的嘛，就是啊。哦，你真的没出去打工那些？觉得我都农村就做这些啊，读书啊哈，没文化。你们也是应该是7几年的哈？71年的我是。你71年的啊？那看起你好年轻一下嘞。年轻哪有？71年的好多岁了？50岁哈？但是你看起真的像没得50岁的。
前年的时候煮了。要几个小孩呢？4个都大了哈。啊，4个大了，大个不结发的，大2个是姑娘，小2个是。哦。啊，就是大的最大那个结麻的，其他的都还没有哈。咦，那个还压的有点大的嘞。就是了嘛，我们就是了嘛。好，现在还读大学，在姐妹那边。好，现在人家放假的，我都上网课，在这边来上网课。哦。娃儿来做过节的了哈。在丰田的娃子。你前半段辛苦，等几个娃儿都出来了，都生活嘞。哎，是，确实我辛苦啊，你晓得。但是你心态好。哎。看你都看得出来，虽然说辛苦点，但是人心态好。是啊，你不晓得我们2个老的哈，那时候120头的过程嘛，你们都肯定晓得噻哈。我们是家有3弟兄的哈，我们老的也有本钱了哈。其实这个大姐呢，整个20来年都非常的辛苦，带小孩、供小孩上学，在大山里又要照顾老人，对吧？在这个山里养牛养了7、8年呢，其实也是没存到钱的，因为开销比较大嘛，孩子要上学，每个月要1000多，然后又经历了一些伤病治病呢，也花了很多的钱。虽然一直都很苦啊，但是我们从大姐的笑容上，你是感受不到她的苦的，所以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人。在这个大山里面呀，能供出2个大学生，也是非常不易啊。你可以看得出来，她不是那种去跟别人计较，或者说对什么事情耿耿于怀的人，是一个非常面善，而且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啊。你知道她一个人在家里干了多少事吗？养了10几头牛，养了7、8桶蜜蜂，养了一些鹅，养了一些鸡。你知道这些活要一天干多少时间吗？我估计没有10个小时以上你是干不下来的。特别是在这个牛下崽的时候，那么如果同时有3、4个牛在下崽的话，那它是不能出去吃草的，就必须去干嘛？割草来喂。3、4个牛割草要割多少呢？一天要割300、400斤啊，所以是非常辛苦的，真的是特别令人敬佩的一位大姐。朋友们，我在这个大山顶上这里啊，发现仿佛是一个无人村。看一下这些房子，都是全部废弃在这里的。那边那儿也有一栋，然后对面有好几栋。你看看这一片没有任何耕种的一个痕迹啊，公路也通了。哎，这些人为什么要搬走呢？我觉得有点可惜哦。这个地方又在山上，我停车的这个地方，这一栋也是废弃的房子，也是没有人居住的。这儿我数了一下哈，应该有10栋左右的房子，太美了这个地方，看看这个房子这么漂亮，正好在这个大山顶下边一点点的位置啊，而且这个村子这一片是非常非常平坦的，这为什么都搬走了呢？特别可惜啊，我们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人居住的。哇，这个土这里弄了一下，难道有人回来吗？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漂亮，而且这个上面的瓦也是翻盖过的。哇，有人养蜂在这里，我估计是主要养蜂，然后才把这里周边的这些草给清理干净的。主要是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漂亮啊，你们看一看。这些曾经都是水田，对吧？这个水也不缺呀，你说这个地方缺水也说不过去。你看这一块田里面全是水，所以就证明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为啥都搬走了呢？哇，挺可惜的哟。这个村庄太漂亮了哈，这里的海拔呢也是1000米左右。哇，看看那里那么多的房子，那里好几栋。
这一栋房子也是挺漂亮的，这个院坝也这么大，为啥要搬走呢？大家看一看，尤其是公路边上这一栋房子是特别大的，是长5间的一个木房子，非常漂亮啊。哎，前面呢有人，咱们就问一问，了解一下这个村子的情况啊。吃饭没有，大哥？吃了。耍呀？你们在啷个的全部都搬走的呀？全部都搬走的呀？把公给搬走。那这土都不做啊？那退耕了嘛？全部退耕嘞？你搞哪去了？你还是照相？照相噻。照相搞哪去啊？照相耍，喜欢在这跑。我看到那么多房子都像没人住的了呀。你还在装吗？养蜂子？有几桶蜂子？几桶蜂子？那些是你了吧？那些不是，那些最少得5桶，这里有10到10桶子，10多桶。10多桶蜂子哈。等于房子留起的就是没搬迁的。他是个人买一级蜂子了。哦，有房子的就是个人买起的。然后挖出来的就是已经直接搬迁了哈。是啊。那你们也是搬迁了的哟？哦，这是偶尔回来哈，全部搬迁的。朋友们，这个地方呢是整村搬迁的啊，现在就是一个无人村，可能偶尔会有人回来一下。这里环境是真的漂亮啊，你们喜欢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你们现在肯定猜不到我在哪里哈！我现在在云贵川3省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鸡鸣3省，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省的公鸡打鸣呢，3个省的人同时都能听到。我所站的位置呢是贵州的地界，这个地方呢是做成了旅游区啊，整个空中俯瞰下来呢，它是一只雄鸡的造型啊，非常之好看。然后我们的对面呢就是云南和四川。然后我们的下方呢，就是赤水河和渭河的一个交界，这个地方呢也称为三岔河。大家看一下，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对吧？2条河流硬是将这山川呢切割成了几个大峡谷。然后这一边呢是贵州的地界，那边呢是四川，然后这边呢是云南。那么在云南和四川之间呢，架起了一座桥梁哈，这座桥梁呢有180多米高。在未架起桥梁之前，四川这边的人要到云南来走亲戚的话，要走2个多小时。现在桥通了，只需要5分钟就能走到。上世纪80年代，云南和四川之间的来往太过艰难，官方首次提议修建鸡鸣3省大桥，但因当时桥梁建设技术水平的制约，较长时间没有进展。到2006年才启动了鸡鸣3省大桥的立项。经过多方的努力和对地形不断的勘察设计，又经历了10年的时间，直到2016年7月3日，大桥才正式开工。2019年7月7日，鸡鸣3省大桥完成主拱圈合拢工程。2020年1月21日，鸡鸣3省大桥才正式通车运营。大桥的修建从提议到建成通车，经历了长达40年的长跑。40年啊，朋友们，很多当初的小伙子都熬成了老大爷，才看到了鸡鸣3省大桥的通车。要在这样的深山峡谷建起来这样一座大桥很不容易，可以说鸡鸣3省大桥的建成也体现了我们中华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进取的决心。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桐梓县风水镇的木爱村，看到我身后没有？这里大家可以看到盘山公路岩壁、绿水青山交相呼应啊，一幅特别漂亮的水墨画。那么我身后这里呢，是一条崖壁的沟渠，是木爱村的村民呢在几十年前修建的，是从那边悬崖上开凿过来的哈，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个水过来呢，会灌溉木爱村下边这些的所有农田，包括我身后这里这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当然，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沟里面呢是没有水的，因为年轻人呢都出门打工了，那么只剩下一些老年人。还有就是说我们产业的一个变化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土呢依然没有荒废啊，都是有种植的。不过呢，大量种植的是高粱。大家知道我们这边呢，茅台镇呢产茅台酒嘛，所以呢，都会在茅台镇以外的很多地方呢种植这样的高粱。木爱村这里啊，除了这条特别险峻的沟渠啊，那么前边的崖壁上还有一个独特的奇观，走，带你们去看一看啊。看看这些地方呢，就完全是挂在这个崖壁上的一条沟。所以在这个上边行走呢，还是要非常的小心啊，不能大意。这个地方真的是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对吧？这条沟渠呢，现在没有水了，我觉得有点可惜啊，因为我过来看到大多数地方呢都是完好的，那么只有少部分的地方呢，可能需要修补一下。哇，看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景。上面飞出来的几片崖壁，特别的壮美啊！看我这里这条沟渠，它还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悬崖那儿过去。过去之后呢，应该是接到这个下边的这条沟里面的水啊。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地方美吧，朋友们？这个地方美吧，你们就说。这里做有一道门，它这个是挡阳的门。哇，我走到这边来了。现在让你们看一看一个奇特的景观，不要眨眼睛，看到没有？像一只开着天眼一样，一个穿洞哈，一个天生桥，你也可以说天生桥，你也可以说穿洞，你也可以说天眼，神奇吧？太漂亮了哈！好像是这个地球的把手一样，对吧？有一只手在那个把手里面一提，会不会把地球提出来？啊，你们说能不能把地球提出来？太壮观了啊！坐了你啊，成瘾了啊！这个叫川爱哟。我得打板子的啊。这个都行。你们这个队儿有啷个传说没得呢？有传说，俺谈的是二郎担山赶太阳啊，但就这能呢，今年呢又断了，有头落在川南，有头落在川岸。
啊。种草啊，我用手都提的说。哦，这是种了一个办法。还有啊，刚才呢有2个诗人，钉钉上。哎呀，这个男说的是个男的，还有叫雷达的，他是向到欧家园底下。看到欧家园底下是吧？哎，欧家园的风水，他直接就说。哦。好，他第二就是这个男的给了他就讲那个哈，那欧家园那些姑娘啊，在12、13岁啊就开始有娃儿，好像是。哎，天上的五雷，看到不忍心，就把有雷给打了。你能想象吗？在贵州大山里隐藏着一棵4000多年的金丝楠木，上面掉下来一颗枝丫，就能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大家好，这里是贵州德江县的楼房村。这个村子啊，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土家族人。在村里有一棵1000年的金丝楠木，据当地人介绍，这棵古树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哇，4000多年，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这棵树呢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看到树根的颜色很像石头，而且它的硬度呢也跟石头一般坚硬。金丝楠木被称为1000年不朽木，所以古代的很多建筑上你都能看到金丝楠木的身影。现在呢也被很多人追捧，这也是金丝楠木非常昂贵的重要原因。这棵金丝楠木呢被称为亚洲楠木王，这可不是我说的哈，人家这里呢有树立标牌的，大家可以截屏看一下。这个上边呢记载了当地土家族人和这棵1000年金丝楠木的一些渊源故事。这棵树的树根延伸到四面八方，仅仅露在外面肉眼可见的面积呢就有320平米。树的高度是43.5米，树高不算高啊。树围呢有12米，大概要10个成年人才能围得住。那我们可以看到树上围了很多的这个红布，这个呢是当地人围的，主要呢就是敬重和祈福的意思啊。在20年前，树上掉下来一颗枝丫，你猜怎么着？我第二次赚了没60万了。第二次断下来的鸭子都卖60万，在村里面的卖了之后，这个钱是属于村里面的是吧？阿姨说了，20年前树上掉下来的这颗枝丫呢，竟然卖了60万，是不是不可思议？轻轻松松的就可以在大城市买一套房。所以金丝楠木是非常的值钱。我估摸了一下这棵树的价值呢，最少也是过亿的。你们说呢？我们在回忆，说着那冬天，在冬天的山巅，露出春的生机。刚刚我家门口这里来了几颗小野猪，我现在上去拍一下，看能不能拍到4个。2弟3弟快跟上，我在前面探路，你们不要掉队。好的，大哥。等等，这里有个玩意挡住了去路，不知道是个啥，怎么办？别慌，大哥，等我来看看。耶，这是个什么玩意？以前从没见过，有点吓人。不好，大哥3弟，快跑！这个玩意是来抓我们的。太逗了，朋友们，我竟然拍到了这个小野猪，4个呀！不知道大野猪在哪儿，就在这个位置拍到的。这下面的山太大了，不然我去捉来养一下，看能不能养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阿泰呢是来到了我们的省城贵阳。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城中心的一个喀斯特公园，看到我身后的高楼大厦没有？这一座公园呢是建立在城市的中间。那么大家知道喀斯特地貌呢讲的就是石林，对不对？就是奇形怪状的一些石头。所以呢，我现在就带着大家呢一起到这个石林里面去穿梭，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啊。这个是公园内的一个水池，那么整个公园它是包裹在这个城市群的中央，所以这个市民早晚散步的时候呢，都会往这个公园来。这边这个池子呢叫做瑶池，这里呢确实是有一个传说哈，传说呢西王母呢有多处这个瑶池的居所，这个地方呢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到这个农历的3月初3、8月初8呢，专门会在这个瑶池设立这个蟠桃会，对不对？各路神仙呢都要来向它呢进行祝寿。那池水呢这个清澈无比啊，在这个温差比较大的这种季节的话，咱们这个水面上呢还会腾起这个白蒙蒙的这个雾气啊，环绕在这个水中奇石之间呢，是非常的壮观和漂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两边的这个2排这个石头呢，就像2列仙班一样，在这里毕恭毕敬的呢等待这个王母娘娘的到来，所以整个地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奇特的。这个石头也是比较奇特的，石头上呢也爬满了这种藤蔓、爬山虎啊，看起来呢绿绿葱葱的，也是挺漂亮的。大家是不是特别羡慕贵阳人？你看住在城市的高楼大厦，然后中间有一座这么原生的公园，然后平时散步的话就可以往这里面走。哎，宁哥，你在这里干嘛呢？玩啊。哦，这个公园有什么好玩的呀？我让你看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啊，看到往那个地方看到没有？哎，那个石头上吗？对，就是那个石壁的中间。那个是什么？好像有什么雕刻一样的。啊，不是，它是一个化石。化石吗？对，你看这样看过去，你觉得它像什么化石呢？隔得远不是很清楚，看着有点像恐龙的感觉，是吧？对，它有点像恐龙，又有点像蜈蚣，还更像蝎子，对不对？这个化石呢，我们这样看过去的话，确实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化石。不过从这个外形来看呢，我认为它可能就是贵州龙。贵州龙，对，那什么是贵州龙？你知道吗？贵州龙啊是一种远古生物，距今呢应该有2.5亿年了。那时候呢，它是主要生活在水中，偶尔会在陆上爬行。在上世纪的50年代啊，在贵州省的新域发现了它的化石，所以说他就把它取名为贵州龙。从这个看过去，你看它的头真的就像那个贵州龙的头的化石，然后那个身姿也特别像。不过那贵州龙好像没有这么大，它这个化石的那个大的体型呢，应该是比贵州龙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说它到底是不是贵州龙啊，还是什么的化石呢？我现在也不清楚，因为呢，这种可能要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来解释一下。你可以过去看一下。靠近一点去看一下。对，行，好嘞。走到这个里面来之后呢，就发现这里的石头要比外面的高很多啊。现在我们走到一个狭窄的这个缝隙里面来，那么看看这里有很多的一个岔道。然后这边的这个石头呢就要高很多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刚那个宁哥跟我们讲的这个恐龙的化石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走近一点，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到底它这个是真实的那种恐龙化石呢，还是说是人工雕琢上去的？这个其实挺难讲的。因为我们从这个肉眼去判断的话，确实是有点像这个人工的，但是呢，你看到边上这些白色的灰，很自然的过渡下来，看，尤其是中间这个缝隙里啊，这些白色的这种灰的这种感觉，它是很自然的过渡的，所以呢，又很难去讲这个东西啊。我们呢又不能去用手触摸，因为这太高了，上不去，对吧？所以还是特别神奇的，有几个这种类似于蝎子啊、蜈蚣啊，就是那种龙啊的这种化石啊，特别的奇特。这边这里这个缝隙这里呢，好像有一个一线天是吧？
我们穿过来这里看一看啊。哇，这个地方确实特别的这个狭窄，这个位置你胖一点的人真的是挤不过去的啊，我都有点困难。然后我们看这里，像一个把手一样的，这个太奇特了，这个，是吧？就像一个把手。所以这种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真的是让人惊叹啊！就有很多奇形怪状的这种东西。你们说我有没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一提把这个石头给它提出来。那么我们从这里这个地形这里啊，就能够看得出来哈，喜欢这个到海底去玩耍的啊，喜欢去潜水的一些朋友呢，你们看到这样的地形呢，就知道这个潜水是多么危险。如果在亿万年前，这些地方都是被水淹没的，对吧？那如果说你潜水从那个顶上下来之后到了这个底下，你这个光线也不足，有可能你会被困在这里面，也说不清楚啊。所以潜水呢也是比较危险的。我相信很多北方的朋友呢是特别羡慕像贵阳这样的城市的，它是依山而建，城中有公园，公园中有城，对吧？特别漂亮，特别融合大自然的一个城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贵阳喀斯特公园之旅呢就到这里。这里面呢确实很多值得一看的，有这个天眼，有地缝，有这个瑶池，对吧？有一个古老的这个神话传说，还有我们这个在这个岩石顶上的这个恐龙化石，这个是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东西了。你们觉得那个恐龙化石是原生的呢，还是后期雕琢上去的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遵义市凤冈县龙泉镇的六里村，这个山里面呢长着一棵非常奇特的千年古树马年光。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呢，这棵树浑身都是光光的，没有任何的叶子，很多网友呢就怀疑说这棵树是不是假的。那我也有这个疑问哈。事隔3个月之后呢，我们今天再次造访，去看一看这棵树到底有没有长出叶子来。我们就从这个小路下去啊，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个土地庙，那么就通过这个小道啊往前走，大概呢走个10来分钟啊就可以到达。这段时间在这个山里行走啊，真是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这种叫声的话，应该是一种那个虫的声音哈。我是从这个山垭口这儿下来的，一到这儿呢，大家就会看到这一片怪石林立的地方。这里呢是一个神庙，那么这个呢就是马年光树。神庙的一个后面呢，就有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溶洞。这棵树确实，你看多少遍都会觉得非常的奇特。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详细的看一遍。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树的树根呢，它是沿着这些石头啊，这些缝隙呢，扎入到这个地下的泥土之中。这个主根特别的奇特哈，它把这里的这个一大片的这个岩石呢，全部给包裹住。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起啊，它的根须串联到这里来。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离主根的地方有差不多10米的一个距离。看这里有个小疙瘩，像不像一只小猴子？是吧？我猜测呢，就是它本身长得比较奇形怪状，然后呢，很多人到这里来玩呢，也就是抚摸一下，就显得特别的光滑。那么这里就是马年光树的一个根须。过来之后呢，它像倒挂着长一个吸盘一样吸附在这个石头的下方。这种现象是不是特别的奇特？看看我们刚刚那个有一个小猴头的那个位置就在这里啊。那么中间这里是一个石梁，那相当于它是这个根系从这个石头下边应该有个洞穿过去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树真的是太奇特了，每次到这里来看到这个形状的话，
说实话呀，都是浑身起鸡皮疙瘩，因为它跟这个石头就缠绕的这么好，对吧？就形似于那种山和水、水和山的这种感觉，对吧？它链接的非常好哈。这些不管是每个部位，大家可以看到，它跟这个石头的贴合的一个状态啊，真的是就像胶水粘上去的一样。大家看看，而且它是每一个缝隙，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呢，它其实是凹凸不平的一个状态，对吗？而这个马铃光树呢，它是直接就是吸附在这个石头上，而且把这些缝隙全部是填满的。你们可以看到，比如这个地方，这个石头有这么深的缝，但是这个马铃光的这个树根是直接从这个缝里面长进去的，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哈！如果你善于观察，你在这棵马铃光树的这个树根上，你能够看到非常多的一些形态哈。你想说它是什么样的形态呢？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形态，因为它整个这个树呢，就是一个奇形怪状的两大根系哈，一根呢是往下面进行延伸，然后一根呢是往这个上方进行延伸哈，这个应该是它主要吸收水分的两大根系。哇，太奇特了！那么朋友们特别关心的这棵树到底是真的假的哈？今天你们就可以一睹它的真容了。那一定是什么？真的。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树全部是光光的，是没有任何的树叶的。那么你们现在看，上边全部是长满了树叶哈，看到没有？这棵支出去的一个树枝，上面全是树叶，包括这个树的顶部，这个假不了了吧？枝繁叶茂，对吧？已经把整个天空给盖住了。咱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呢，它上面是空空如也，全部是这个光光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像这棵千年马铃光树啊，生命力这么的坚强，盘踞在这个岩壁之上，依然多姿多彩，展现了它最美的一面。那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根系，你可以在这个根系之中发现很多的秘密哈。比如说我们这里凸起的一个地方，这个位置哈，大家看是不是像一个猴子脸一样往前方看，对吧？这样看就更加的清晰。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脸？是不是像一个脸？那么周围呢，把这个脸呢包裹在中间。他们当地的人呢，又称这个地方呢为菩萨眼的意思啊。这里有一个树洞，对吗？然后这个上边呢，也有一个树洞。包括这个上边这里啊，也是有一个洞穴的。实际上呢，这个马铃光树啊，它这个里面是空心的哈，它是空心的。有可能这里边还藏着什么小动物在里面修行，也说不准，对吧？它爬到这个孔洞里面去，那就在里面呢冬眠呢，或者说在里面一直待着呀。至于这个水分什么的也不用愁啊，因为山里嘛也经常下雨，所以它水分也是充足的，它可以一直待在里面。哇，你们看我站在这里跟这个树根这里比，显得我多么渺小。实际我170多斤，对吧？大胖子一个，这种触感真的是特别的好哈，真的摸起来这个就跟这个皮肤是一样的感觉，特别的细嫩光滑。那么它这个树上面呢有很多的这些树皮，它到冬季呢会掉一些下来。他们当地的人呢，据说以前呢，容易长一些疮，对吧？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树皮呢捡回去一擦呢，这个疮就好了。所以说千年马铃光树的这个树皮呢，它也是有药用价值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咱们的这个马铃光树呢，跟上一次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一次看去呢是呈这个淡灰色的一个状态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春夏季呢是马铃光树
吸收水分、生长的一个时间。它大量的吸收水分呢，它的树皮呢也开始增颜色，所以就慢慢的变成淡灰色的。如果再到我们冬季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全部落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水分相对呢比较稀缺，所以马铃光树呢又慢慢的恢复那种金黄色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马铃光树是生长在肥沃的土地里面呢，我们就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正因为它生长在石头上，绝处逢生，才给我们呈现了这么壮美的一个奇观。这棵马铃光树的侧后方呢，还有一个涵洞啊，下边有暗河，深不见底。至今为止呢，还没有人下去探秘过，非常的神秘。马铃光洞、马铃光树、马铃光庙。马铃光庙呢，还有一副对联：洞外诸神依时坐，山前古树借云栽。古木古树生古石，灵山灵洞有神灵。足以见得当地老百姓对这棵千年马铃光树的一个崇拜，更增添了这棵古树的几分神圣。马铃光树的奇特，马铃光庙的奥秘，马铃光洞的神奇，成为了六里村的一大特色，更是吸引了无数人前来参观。据说马铃光洞呢，能够不时传来灵气，人体吸收灵气后神清气爽，更能延年益寿。我先多吸几口哈。我们不管这个是真是假，最起码你到这儿来能够一睹这棵千年马铃光，满足你的好奇心。这个地方距离凤冈县城呢仅仅5公里啊，到这里还是非常方便的。有空的时候，我劝大家还是过来看一看这个奇特的景观。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沿着这个山爬了半个小时的山路，爬到这个山顶，竟然在这个山谷之中发现一个绝美的瀑布，太漂亮了哈！我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哇，天哪！竟然在这个瀑布的中间发现有一个悬棺在那里。这个棺材是什么人葬到这里的呢？这个地方光光滑滑的，根本就没有着力点。那么他是怎么样去把这个悬棺葬到这个瀑布里面的？太奇妙了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悬棺的话，它是斜着放在这个里面的。整个这里还挂了一块什么东西，我不大清楚哈。这个是怎么弄上去的呢？是什么人会把悬棺葬在这里？真的是太神秘了哈！你们觉得那个瀑布后面的这个悬棺是怎么弄上去的呢？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棺材藏在这个瀑布后面的悬崖上边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说出你的观点。昨天晚上刚下雨啊，这个下去的这个路特别难走，大家要小心来这里玩的话。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开阳县的10万溪，看我身后特别绝美的一片地方，而且我们呢是从这个山上下来的，走的就是这样的
羊肠小道哈，看到没有？特别的滑。今天早上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然后这个下边呢有一个10万溪瀑布，这里走下去预计应该要半小时左右。10万溪什么概念？它的意思就是10万条小溪汇集成的瀑布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路相当于是70度的坡，然后又是特别泥泞，所以步行下来的时候大家要千万特别的小心啊。那么大家到这里来玩耍呢，这个穿的鞋呀，尽量是户外鞋，不要穿那种什么休闲鞋啊，更不要穿什么皮鞋啊之类的，因为会特别的滑。看一下这里的漂亮景观，我现在在这边的崖壁角，然后你们再看看对面，我的天哪，有没有感觉如同画卷一般？现在我相当于是行走在这个原始森林之中的这种感觉哈。这种路段就是典型的上山容易下山难啊。现在呀，真的是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大家看这个山里面是吧，绿叶葱葱啊，特别壮美的一幅画面啊。尤其是我们看到那些崖壁啊，就如同我们笔下的这种山水画卷一样。这个就是这些上来的人呐，他把这个边上的这个绳索啊，这种绳索呢拉的顺着这个路，好上来的时候呢顺着这个绳索给爬上来，因为这个路真的是太陡了啊。走在这个山水之间，听着这个潺潺流动的溪流啊，享受着这种雨水拍打岩石的这种快乐啊，真的是太美妙了。虽然走路比较累啊，但是也是值了，对吧，朋友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哈，是非常深的一个峡谷啊，所以大家游走在这些山水之间的话，要特别的小心。这下面最少是100米以上的这个大峡谷，哇，漂亮，朋友们。真是漂亮啊！我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这个瀑布的庐山真面目呢？这边太美了，这边哇！马上让你们看一下那个佛光闪闪的这个岩壁，对吧？我天哪，太美妙了，这种感觉哇！哇！到了！哇，我的天，太漂亮了！哇，朋友们，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犹如进入一片秘境之地。看一下蓝天白云，再看一下这个峡谷的幽静，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河水清澈见底，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漂亮了哈，就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看一下，绝美的一个环境啊！而且我们到达这里是要费非常大的劲的，因为整个从山上下来的话，差不多要走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一路上都是70多度、80多度的这个大坡，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啊！而且呢，一旦下雨之后，这个泥泞路段呢，大家穿鞋很容易被摔跤，所以呢，穿户外鞋是相当好的。这个地方简直称得上一个秘境啊！我们走得更近一点，来看一看，这个瀑布真的是丝丝入线的这种感觉。在瀑布下边装了几架 X， 我的个天！现在我2件衣服全部湿透了，下面的雨雾太大了，站在这里都感觉下毛毛细雨啊。里边的话直接是上面很多的雨点拍打在身上，看一下，2件衣服全部湿透了。
哇，在这里来真的是不想离开啊！哇，我们通过航拍镜头看到下边还有一个瀑布啊，这里是2级瀑布，下边那个比上面这个更加的漂亮，这里真的是太美了啊！这个瀑布真漂亮，本想吟诗浪一浪，奈何自己没能量，只能我操，好漂亮！拜拜，朋友们，上山了哈，不虚此行。从这里有一条小道上山，然后这个边上还有一个小水沟的水流。哎，这个老人家在这里洗衣服。你在洗衣服啊？怎么样？这里可以上去噻？上去哪里上？上观音山是不是在这里啊？啊。哦，上去耍哈。这上观音山是啥？好远啊！有好远啊？这个远怕走1个小时。走1个小时？有人在个上面住不了还？有个老子在石头。这条小路是一直可以走到上面的是吧？啊。哦，好的好的。啊，走到上去。麻烦你我上去看哈。哦，没有没有。嗯。刚刚我们在下边这个小溪边呢，碰到一个大娘在那儿洗衣服啊，我们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说从这儿走上去了要走1个小时差不多，上面的小地名叫上观音山，然后呢还有一位老人家住在这个山上啊，我们现在上去探访一下。大家可以看看啊，都是在林子里面走这样的羊肠小道上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路走的人非常少。终于到这里了，我就问你们害不害怕？大老远的就听到狗叫声，太爽了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看到没有？大山之中就这一户住在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呢？哇！大家看看这个是牛圈上，牛圈上盖的还是那种沙树皮，这种挺少见了吧？看看啊，这主人家在哪里去了？主人家！有人没到？看看，耶，老娘吃饭没到？哦，我这上下周一上来的，上下周一上来的。那耳朵不能听得到，耳朵不啷好。哦，我这山地啊，周一上来的。哦，这里就在你家呀？搞不来呀？我来这耍。哦。屋头耍屋头。我说我看到狗都来了，我哪会没人的？我都整菜。哦。哦，在整菜哈。哦，整菜，坐这里。要得。
走上来都走好久哦。哦，你是哪点了？正义的。正义的。跳蚤。哦，这了，这个游玩家。哎，游玩。我说给我是有个人了，我又没进屋。我在外面站一下，我没看到有人呢，我以为你出来去了，我还在睡瞌睡那些。他那个，我说娃那些他们来打杨桃。打杨桃？哦。就是你一个人住在那里啊？哦，我家一家人住这些个。就是你一家人？哦。现在就是你一个人？哦。小那些都在外面哈？小那些在街上。哦。全部到街上去。我看你都在喂牛啊，些是吧？没有喂牛，我喂了我自己是，是我马牛。哦。喂的有马？喂的有。啊，好累拖东西这些哈。哦，拖些东西啊，以前拖肥料啊，拖这些。哦，你在跟他们煮起饭，等他们来吃。你说饭吧，一般他们都。哦。在上面还要得空气好。哦，空气都好，就是路不通，路通上这些闹呀，他们有好多都得，只要热火他们都要这下午。天晴的时候就有人上来哈。这些空气好。就你一个人啊？我一个人啊，我还底下爬起上来的。你坐搞车来的？开车停在底下的。哦，停在马路上的。然后就在走起上来耍。哦。你还看到那么多菜。我下去车都不去看了，都把些拿去烧了。你这样看菜倒不丑哦。不，少饱。少你不是哈。大家的啥都是我家的。哦。你家3年了不是我？我3年可能吧，有我7多亩。你一家都有1000多亩？土地啊？土地有100多200亩。土地有200亩，3年有1000多亩，不得了。这住在山里面也是有好处哈，3年多。现在最后这10几年都不行了，以前都还行。以前我光是我就在屋头卖叔叔。现在是不是不准卖了？卖完了不准卖了，那没在那个那卖叔叔了，那叔叔不值钱了，现在3年不值钱了。而且小房子他不要你这个木料了。都用砖了。只是去要点这个条子就搞条子盖瓦，这是搞的。其他的木这些他都不要这个了，都不去买。和大叔聊了一会儿天，因为他的儿子儿媳要上山嘛，他忙着做饭。当然了，我也顺理成章的在这儿等着蹭饭吃。不得不说，以前住在深山确实是挺辛苦的。但是听大叔一说，他们家有1000多亩的山林啊，200多亩的土地，瞬间觉得以前的辛苦是值得的呀。现在这么大的森林面积，算是大地主了，每年卖木材都要卖不少钱。你能想象一下，如果有条公路上山的话，怎么说也是身价上千万吧。我在房屋四处转了一转，没有一会儿呢，大叔的儿子儿媳就回来了。我也跟他们一起到山上看他们采杨桃。我在想啊，这么好的资源留在山上或许比外面更好，但是呢，这只是理想化的一个想法。孩子要上学，工作呢也都在城里，或许有这样的念头也都不可能去尝试了。就像有些农村出来的朋友开玩笑说，以前努力的拼搏就是想进城过更好的生活，刚一进城没多久呢，你们又说农村才是好地方。有时候想想啊，还真是这样。采了杨桃回来，和他们一家子呢一起吃了顿饭，家长里短的聊了老半天。当然聊的都是一些地方的风俗人情啊、人情世故这些事儿。
然后呢告别了大叔。大叔的儿子儿媳呢也要下山回城了。要的。等我们都离开后，大叔又是一个人留在大山上。短暂的热闹之后呢，山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住在城里的人呢，可能很难想象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但对于大叔来说，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而且这样的人家呢，在我们农村到处都是啊。如果你在这样的地方待，你能待得住多久呢？哇，这个瀑布真的漂亮啊！我的天，走到这上面就能看得到，太美了。刚刚我们去的那里过不去啊，要从另外一侧的这个小道下到瀑布那个位置。你们看看这个来这里玩耍的人挺多的，这个路都弄得光滑滑的。这边整个峡谷的风光也是非常漂亮哈，真的有那种到了秘境的这种感觉，太漂亮了。人家说有山有水就是好地方，这一挂雪白的瀑布挂在这个山间，是不是特别美妙的感觉？耶，你们下来好久了啊？你们下来要上去了都？啊，也是技术员来的是吧？啊。哎，你们安逸了，就上了，我们还要下。下山的人就羡慕上山的人嘛。是。哎呀，这个路不好走，而且比较陡峭的这种感觉啊。我今天穿这个鞋也是不防滑的，我预有。看看咱们穿梭在这个密林之中啊，为了看别人看不到的美景是吧，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哇，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妙了，美不胜收。好冷。在遵义余庆的飞龙湖，我们发现一条巨大的金色长龙，官方的数据显示有999米长，据说是目前世界第一长龙，依傍在飞龙湖的边上，身体绵延数百米，龙头高昂，很是雄伟壮观，给人一种霸气侧漏的感觉。龙的下方呢，其实是建的一个走廊，走廊上有各式各样有关于龙的说明。如果你想了解各种龙的介绍，我相信没有比这里更全的地方了，最少有上百种龙的解释。从长龙边上可以看到远处的飞龙湖大桥，两岸山势陡峭，湖水清澈碧透，平静如镜，蓝天白云，高山峡谷，悬崖峭壁，恰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湖面可荡桨划舟，钓鱼捞虾，爱好垂钓的朋友呢，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你也可以乘船到水中游玩，近距离欣赏着大好的风景，是一个夏季避暑游玩的好去处。